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在被暗黑4的第3赛季折磨了几周之后呢，稀有暗金终于刷齐的我，差点失去了对游戏的热情。好在最近入坑了最后纪元啊，5天刷了50个小时之后，算是缓解了一下我的电子异地。所以这期视频呢，主要是跟各位安利一下这款正式版将在2月21日上线的暗黑类游戏。如果你跟琉璃一样，对暗黑4单调的玩法以及设计师时不时蹦出来的惊世智慧感到厌倦，打算去获取一些更加纯正的刷体验，而且呢，对画质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最后纪元的表现想必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么接下来这一视频我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简单介绍一下最后纪元这款游戏的特点还有它的优劣，第二个部分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聊聊整个游戏进度的体验。如果你看完这2个部分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本身就很想要尝试这款游戏的话呢，琉璃也会在下期视频里为你带来这款游戏的入门指南。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都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而且我游戏时间呢，也就是2个版本加起来100多小时，还是个萌新啊。如果有不对的话，各位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上指出。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游戏本身的特点跟优劣。就在我个人看来呢，最后纪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身的 BD 构筑它是非常自由的，同时呢，学习的成本也不会太高。但如果你跟琉璃一样经过早期的暗黑4的话，那么这个游戏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最多可以开到200页的储物箱。暗黑4的设计师在早期的采访里呢，曾经就多给1页箱子大吐苦水，表示如果给我们多加了箱子的话，那么多人的联机加载会很麻烦的。在最后纪元里呢，离线开了100页箱子，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堆垃圾之后，我表示这个理论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啊，因为我过图确实比之前多花了几秒的时间。当然正常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塞满那么多的箱子，除了我们可以在塞满的箱子里直接用名字检索装备，以此来排除重复的装备，给箱子腾出空间之外，玩到中后期呢，我们都会使用游戏的过滤器系统来让自己的掉落变得更加的私人定制。最后纪元的过滤器系统是相当不错的，你不仅可以隐藏那些自己不需要的装备，还能通过它给自己比较需求的装备进行换色处理。不过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线实时导入，如果你想抄别人的过滤器作业，只需要下载了文件，然后丢进游戏内的开启的文件夹就好了。那么说回构筑玩法这个特点，最后纪元里构筑玩法的主要思路在于技能的专精、天赋、装备与神像4者的配合。除了数值之外呢，你可以从以上内容里找到相当多的改变技能形态，从而导致玩法产生变化的机制。这样去聊自由度可能有点抽象，所以还是拿我们可爱的暗黑4来对比一下。那么这是暗黑4的法师的火球，你可以增加等级，提升它的伤害，并且呢，在最终的2个分支里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来进一步的提升它的伤害。而这个呢，是最后纪元法师的火球术啊，满级之后你最少也有20点专精，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个火球术的形态。你既可以选择让火球穿透敌人，也可以让火球变得追踪敌人，还能让火球这个技能变成火焰喷射器。而这样的专精技能呢，我们一共可以装备5个，配合天赋、装备和神像来组成自己的独特玩法。而除了天赋之外，装备跟神像就是需要我们去刷的，所以在开荒阶段呢，我们一般会选择不怎么吃核心暗金的高下限玩法，然后通过游戏独特的时间线机制去定向的刷自己需求的核心暗金或者神像，凑齐它们之后呢，再去玩那些高上限的玩法。不过这些核心暗金的掉率普遍都是不错的，如果你只是想玩法成型的话，还是非常简单的，但如果你想要毕业的话，就有的刷了。因为游戏的终局玩法之一就是暗金装备的升格，我们在通关游戏内的独特地图朱拉神殿之后，就可以使用带有传奇潜能的暗金装备与带有高级词条的紫装进行组合，用暗金吃掉紫装来获取紫装的词条。极限毕业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用4潜能的暗金装备直接吞噬掉紫装的全部词缀，但是刷出4潜能核心装备的几率就好比是我单抽直接中了6名雷神，所以中后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使用1到3个传奇潜能的暗金去吞噬那些需求词缀的紫装，然后呢，期待自己的这次合成里暗金吃到了自己想要的词条。这个过程就好比是你暗黑2重复的去刷眼光啊、无限这些符文之语的变量一样。而不同的是，最后纪元里底材一旦吞噬掉了紫装，它就完全成型了。想要再来一次，你就得重新刷潜能暗金跟紫装底材。除了逆期逆天一次直接3潜能都吃到想要词缀的欧皇，大部分人后期的体验就是对身上暗金装备一个孔一个孔的慢慢优化。这种一个词缀一个词缀的提升是相当的缓慢，而且有成就感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的吞噬掉你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耐不住这种无穷无尽的刷体验的话，那么这个优点同时也会是游戏的最大缺点。
不过在走到终局之前，你已经可以体验相当漫长而快乐的刷装时光了。也有可能呢，因为掉落了其他玩法的毕业装备，直接去尝试新的玩法就是了。除此之外啊，最后纪元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其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汉化和画面了。如果你现在玩的是 0.92 版本的话，应该对此感受颇深。不过琉璃最近私下偷偷游玩的 1.0 版本中，关于画质和操作的优化是非常大的，而汉化的优化就得等到21号上线才会时装了，所以即使是在测试服，我也在不停的品鉴导管。其次就是暗黑类游戏大部分的通病，那就是你创小号的时候是必须重新通关一次剧情的。虽然我们可以在剧情里拿完天赋和神像奖励，然后一路高歌猛进快速完事，但总归也是要花上几个小时的。而我们练小号的最大原因就是游戏里直接的大专精选择是不可逆转的，就算你是用同为4季转职的死灵法师给术士或者是巫妖刷齐了毕业装备，想要去玩对应的玩法的话，还是得再起一个号。而技能点的专精也有类似的设计，你每一次重新点专精技能的时候还得花时间练级。不过呢，在剧情推完开始刷时间线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有经验书的节点，打完它开出书来，然后重置专精之后再吃书，就可以直接满专精等级了。最后是我个人的游玩时期和体验分享，就刚刚入手游戏直到时间线之前的开荒期呢，我除了在看游戏内容选择自己喜欢的打法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折腾游戏的工艺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让我们通过符文、雕纹和词缀碎片来自定义掉落的装备，其中呢最常用的就是分解、剥离还有添加词缀。它可以让我呢把不合格装备的词缀碎片给分离出来，用来给其他合格的装备进行词缀的附加或者是词缀的晋升。而在进入时间线之前呢，我一直都在试图给身上大部分的装备词缀都刷到 T5 的等级。这个阶段我很缺一些关键的词缀碎片啊，就比如我现在在玩幽灵召唤，那就很缺幽灵等级的碎片，所以看到有这个词缀的衣服我都会捡了去分解拿词缀。虽然这个阶段我词缀碎片还有符文存量日常见底，但是呢没事点点装备让我的抗性很足，所以直到时间线之前战斗的体验都很不错。而在时间线之后呢，就开始大量的掉自带 T6 和 T7 级别的紫装了。这个阶段我除了打通时间线的 BOSS 去拿他们的祝福之外，就是在刷自己玩法需要的 T6 级别词缀的紫装，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它制作成自己需要的模样，以及呢定向的刷一些 BOSS 凑自己需要的暗金。这个阶段是我刷的最爽的阶段，因为每隔一段时间都能换上一件装备。能够召唤火幽灵概率提升的苍白神像也在不停的选择神像节点丁香 farm 之后爆出来了。最后呢，通过升华还有刷钥匙副本，把最后的暗金戒指和腰带凑齐，我就转型了施暴打法。之后就是刷齐施暴药的祝福，然后不停的去提升孵化直杀、潜能暗金了。如果没有去玩测试版的话，可能我现在在努力的刷弓和箭袋，然后起个小号去玩玩乱舞多重，这样随便刷就已经4到50个小时下去了。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款游戏的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让我回忆起了刚刚玩暗黑2时候的感觉，老是想着自己再刷一把就睡觉，结果呢不知不觉就刷到了凌晨。明天我会结合自己的入坑体验，为你带来这款游戏的零基础入门指南。那么我是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